晚上杨子约一起吃饭，老地方啊。行，晚上见，啊。那行，晚上见。哎，对不起啊。 喂，超重我没听见啊！你才超重呢！麻烦有点公德心行不行？我上班要迟到了。谁不是上班要迟到了呀？你别耽误别人呀！就是。哟，谁有公德心谁下去呗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下去吧，麻烦让一下。等一下，您是 DT 传媒公司的员工吧？ 你们金总昨天还在电话里跟我夸了一下员工素质，没想到今天就让我领教了。需要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吗？不好意思。对他这种人，宽容就等于纵容。没错，就得这样。你怎么知道他是 DT 传媒的人？他胸牌上写着呢。那您到底认不认识他的老总金总啊？ 这么有名的传媒公司老总，当然是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嗨，没想到你也是祭拜的。哦嗨，我之前没见过你，第一天上班吗？哦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才来报道，今天是第一天正式上班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也是刚来了1个礼拜。哦，李腾飞 ，IT 业务专员。法务专员王若雨。行吗？嗯。李腾飞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会议室里有重要的客户，葛总让你招待一下来宾。哦，我马上过去啊。这位是我们杰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的 CEO 葛瑞先生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！我代表 GYI 中国的全体员工，欢迎各位贵宾的大驾光临。贵公司在国内房地产以及环保领域所创造的成就是非同小可的，而我们 GYI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呢，也是有目共睹的。行了，葛总，不用送了。关于咱们2家公司战略合作的事儿，您看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安排。都回去吧，让他送我就行。怎么样，后悔了吧？当初早要跟了我，现在哪至于让别人当服务员使啊？在学生会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服务员，现在只不过是把服务同学换成了服务客户，没什么本质区别。还是李主席会说话呀。这样吧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再给你次机会，要不要跟着我？谢谢高总好意。不过我既然和公司签署了协议，也得守一份契约精神吧。李腾飞啊，李腾飞，
从来都是别人求着我，像你这样推三阻四拒绝我的，我还真是头一回见。我可没拒绝你啊。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您作为我的客户，就是我领导的领导，不也相当于我跟着您干了吗？行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回去我跟我爸好好说说。哦，对了，高总，您还记得吗？咱们毕业之前，学校有一个老人被自行车给撞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肇事者。恰巧那天我也在场，捡到了您的学生证。这么巧吗？那天我……哦，应该是您围观的时候不小心掉的。我当时叫您，但您实在跑得太快了，一溜烟儿就不见了。您说是不是太不小心了？对，我太不小心了。哎，后来我看那老人太可怜了，我还让人偷偷送1万块钱去呢。做好事不留名啊，不愧是高总。这样，等我们两家公司正式签约的时候，我把这东西带来，物归原主。虽然这东西现在是没什么用，但毕竟也是一件挺有意义的纪念品。您说对吗？对，纪念品有意义。哎，别的公司先不考虑了，回去之后尽快和 GY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。我爸要是问，就说我说的。是高总。高总，来，您请。哎，您留步，我自己走。走。高培富是你客户啊？老大，他没为难你吧？放心吧，不但没为难我，还送了我一大礼，让我到公司不到1星期就接到一大单。真的，老大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还不是因为有一个老人被自行车给撞了，高培富捡到了您的。尽快和 GY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。如果我赶不上面试的话，你就提242，听我拿下 GY。还不是因为我之前帮过他，大家又都是同学，所以给他点面子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当初就应该你去 GY， 这要是我去的话，别说大单了，早就被开除了。来，提个杯，来庆祝老大旗开得胜，也庆祝我们第一个5年计划有一个完美的开局，目标200万。干杯！干杯！还不下班？哎，你们部门这是要搬家啊？还不是因为你给公司谈了新的客户，有了新的客户呢，就得组建新的团队，组建新的团队呢，我们这些边缘部门的人就得给大家腾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这么折腾，要不然我帮你搬吧。行，那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OK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我就当将功补过吧。好。哎，你天这么晚了，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怪麻烦的。啊，不麻烦，很方便的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取车啊。你等我一下。小雨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再跟着我。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哎，那男的谁呀？男朋友？你管不着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请你不要再来缠着我，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系。小雨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知道，以前也是我做的不对啊，我向你道歉。不过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，是吧？
小雨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离开我的视线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永远消失在你的面前。走啊，快点走。OK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一个问路的，走吧。没想到还挺巧的，咱们还是校友。啊，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你居然认识高培富。说来还真挺巧的，好不容易离开高氏集团，结果你又把他变成咱们公司的客户，这到头来我还得跟这帮人打交道。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自己罪过更大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不是，我也是开玩笑。哎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别了，这么晚，我给你送到家吧，还是？真不用，不用，我马上就到了。那好吧，你小心点啊。嗯，那明天见了，拜拜啊。拜拜。你小心点啊。拜拜。哎，你朋友什么时候来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应该快到了，我接着他，等着啊。红色卡座7号桌。若雨，这儿。你好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故意的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你阴魂不散啊你啊！你才阴魂不散呢！咱俩谁阴啊？我现在我这脑瓜子还没好呢，我不是已经跟你道歉了吗？道歉就完了，误工费、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可都是我出的，哎，这还不算。临走的时候还说我是那种人，我哪种人啊？你是哪种人，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麻烦让一下，这张桌子我们已经预定了。还麻烦让一下，这张位置我们已经定了。你真以为是你们高氏集团呢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位置我们提前早就预定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呀？我又碰上一方多错了吧？哪来那么多一方多错？我看就是他这个人诚心的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位子我们已经定了，赶紧到别的地儿去。我也和你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位置是我们先定的，麻烦你到旁边的位置去坐，不要影响到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蔚为之旅。你这个人，我发现你怎么到了？我还在下面等你呢。正好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，最好的哥们儿于鹏岳。大岳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我那个同事王若雨。他是你同事？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。哎呀！作为本次青年创业大赛的独家赞助方，我有权在场馆内的任意位置张贴本公司的广告。高培富，要点脸行吗？哎，别动！王若雨，这位同学，请你立刻停止你的侵权行为。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我是高氏集团的实习法律顾问。那我问问你，有这么贴海报的吗？哪儿指啊？什么法律保护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？这是本次大赛组委会与独家赞助商高氏集团签订的协议，公司有权在场馆内的任何位置粘贴海报。是不是你站在这儿，我贴你脑门上都没问题吧？如果这样你就能接受我当事人的行为，行，你贴呀，贴呀，往这儿贴呀，哎，贴呀，你还举贴呀？啊，别踩我！再提醒你一次，
如果你继续你的侵权行为，我可以随时通知组委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。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，自个儿看着办。既然是个误会，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吧？啊，对，正是不打不相识嘛。再说了，我们4个可是校友，再加上这么有缘分，我提议我们干一杯吧。谁跟他有缘分？我同意。共饮杯中酒，一笑泯恩仇。来。 别那么小气啊！查你了。哎，没干杯呢啊！干杯！干杯！这丫头居然是你同事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。 他当初可是高培富手下的红人。哎，别这么说人家。他之所以离开高氏集团，也是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。真的假的？他这么有正义感？我怎么不信？哎，你可小心别让他给骗了啊！不至于。说白了，他不就是因为工作怼你一次，后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伤了你一下，至于这么大仇吗？老大，你是真不知道他下手有多狠啊！ 光明顶上的灭绝师太也就不过如此。哎，不对呀，老大，怎么一直替他说话？哎，你该不会被这个灭绝师太给迷住了吧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嗯，行了，别让你等太久了，上去吧。上个厕所，等就等呗。哎，老大，你真没被他给迷住啊？啊？哎，子珊，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 说出来你都不信啊！咱俩这回又要搬家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这回找的可是正规中介，签了合同的。这次跟中介没关系，是房东他不租了，他情愿自己赔违约金啊，也要把咱这房子收回去。那他总得说是因为什么吧？哎，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咱那个房东啊，前2天出去跟女网友见面去了，让他老婆逮个正着。 这下可好了，两口子打得不可开交的，又是要什么离婚、卖房子、分家产的，这种情况只能先把咱俩请出去了。这都什么事儿？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租房子呗。你也租房？是啊，顺便帮我老大看看。李腾飞他不是已经找到房子了吗？他那破房子也太次了吧！上个厕所得跑到1公里以外去。反正我也要租房子，顺便给他也看一看。实在不行，我俩一起租。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好心的。那你看看，我兄弟嘛。2位帅哥美女，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子啊？女士优先。我想租一个2个人住的2室1厅，然后最好客厅能够大一些，楼层别太高。要是有电梯的话，高点也无所谓，一定要离地铁站可以近一些。最好周围的配套设施也能齐全一些，像什么商场呀、电影院呀、超市呀、医院，就有这些就更好了。但是价钱别太高了。我懂的，跟我来。你们看这户，这户呢，主卧和客厅都比较大，活动空间充足，边上有一个次卧，可以拿来当书房，也可以将来作为婴儿室。楼里有电梯，就算是怀孕呢，上下楼也会非常的方便。边上配套设施非常齐全，医院啦、超市啦，什么都有。做产检啦、买奶粉啦、尿布啦，都非常的方便，特别适合像你们这样的新婚小夫妻。美女，我俩不是2口子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来，跟我来看这户。
户呢，客厅、餐厅和厨房的面积非常充足，相对来说呢，2间卧室面积比较平均，这样呢就既保证了每个人自己的个人空间，也有足够的公共区域。这种房子呢，最适合。梅姐，我们俩也不是那种男女朋友关系。我明白了，我们去里面看。这户虽然整体面积不大，但是整个小区容积率低，环境非常优美，1对1试管家服务，地下停车库电梯直接入户，私密性特别强。住这一户呢，只要你不说，别人就不会知道。我看起来像那么随便的人吗？哎，打电话。那大姐脑子里想什么呢？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？真倒霉，遇上你连房都租不成。我哪种人？恭喜你啊，上午赢了个大单。什么大单啊？客户给面子而已。你就别谦虚了，报喜的内部邮件都已经发出来了，是不是就等着签完合同可以升职加薪啊？说实话，我升职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次比选，于鹏岳他们公司也参加了。他不会让着你吧？这么没有职业道德。那么没品的事儿，他怎么会做？本来还想着跟这小子好好比拼一把，只可惜天不遂人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了。高屋地产最近也被高氏集团给收购了，所以是高培富在背后操纵的。高培富和于鹏岳同学了4年，也打了4年，算是死对头了。我说我当时在高培富那实习的时候，于鹏岳为什么对我那种态度呢？所以说，现在高培富当上了甲方，他就惨了。听说今天比选的时候，于鹏岳被折腾够呛，一气之下就骂了他几句。他这么冲动，当众辱骂客户可不是件小事情啊。他就这性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能改的话，就不是他了。哎，有件事我一直都没想明白，高培富他明明知道你跟于鹏岳关系好，那为什么每次都把项目给到咱们公司啊？一来是因为我在学生会的时候帮助过他，关系没那么僵；二来他想利用我来打击于鹏岳，顺便挑拨一下我们的关系。所以表面上是我赢了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别人的一枚棋子。我说你怎么也不是特别高兴。通过这次比选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资本是什么？资本就是力量，是话语权。无论什么人，只要掌握了资本，就可以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根扎得深一点，再深一点，哪怕牺牲再多，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。因为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暴风雨会折断那些腐朽的乔木，久违的阳光会重新照进雨林。只要抓准机会，小草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，用自己的身体撑出一片天空。羊肉串，哎，啷个看起心情不好没？没有，我心情好着呢。那吃些哈，有啥子说哈。呀，老大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还不了解你？听你们公司人说，
你已经辞职了？我不主动辞职，还等着他们开除我呀？想不想知道最后哪个公司赢了？不想知道，反正不是咱俩。是我。你？真的，老大？你别骗我啊！骗你什么呀？公司都发喜报了，马上就加薪升职。老大，我跟你说，这高培福还算有点良心，真的，我看错了。哎，来喝一个，顿时没那么不开心了。你这人真是奇怪啊！明明刚失业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；明明人家耍了你，你还感谢人家；明明是我赢了，你比我还激动啊！你赢了，我当然高兴了。说实话，他们几个人怎么折腾我都认了，只要别把你拉进来就行。这美国公司我早就待腻了，本来想进去吧学点东西，可后来我发现他们整的破玩意儿就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哎，光靠几个名词概念就忽悠别人。咱们项目比他好多了。吃串。你看你又这么看着我，兄弟。嗯，我欠你的。咱俩是兄弟，谈不上谁先谁的，好吗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举起你手中的酒杯，来与你庆祝一下。来，哎呦，太开心了，真的。嗯。来，随便看看，来。哇，长子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怎么看起来像个垃圾站似的？这怎么就跟垃圾站似的呢？这是一个老的游乐场的仓库，这间是他们原来的宿舍，他们搬上新宿舍了，所以说这儿就归咱们6个了。哇，哎，等等，1、2、3、4就4个，那几个谁呀？还有我们2个。小雨和子珊是有邀请的，他们那房东闹离婚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来了。听杨子说这儿地儿挺大的，就让他们来看看。老大，你不会是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我跟小雨又是同事，一起分担下房租没什么不好的，对吧？对，兄弟明白。那今后呢，咱们就互惠互助啊，彼此关照。好吧，就别尬聊了，四处看看啊！来，别客气，来四处参观一下。这里有没有可以做饭的地方啊？有啊，上下水，还有煤气罐，就在这儿。哎，那是冬天有暖气吗？会不会很冷啊？这可是宿舍自采暖，有网线吗？企业宽带。最关键问题，房租呢？这房东是我哥们儿啊，我答应他了，咱们边住边给他看仓库，1个月只收咱们1万块钱。这么便宜啊？不错的。哇！多少哎，这个地方要收拾出来，那就是大别墅哎。就是啊，可以啊。你听我把最后一句话说完，把这块最后都改出来。游戏区，办公区，给我留个戏房。我可以办公的。还有最后一句话，这个住是能住，但是房东说了，这里面任何1样东西1个也不能扔。啊？这1个都不能动。我说呢，不然怎么会这么便宜啊？这里面都是废物跟垃圾，这要不能搬的话，怎么住啊？谁说不能扔啊？既然不让扔，咱们就一样都不扔。我们给他来个变废为宝。经过我们多次的衡量，现在我们以台北中心来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格局。那么这个格局呢，我们结合我们的娱乐、我们的生活，还有我们的办公于一体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一个餐桌，
那么上面呢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居住的地方，下面呢是我们上学的地方，我们准备如果还是要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地方还是不错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男生的卧室呢，这边一点，这边一点，不细心中的渴望，别沮丧，忍痛也是种力量，受尽冷漠的眼光，更要拼出个模样，结伴去流浪，肩上的行囊，有一点光，一点暖。一点感伤，谁不曾流浪？欢迎来到我梦幻乐园。说的少，留到最后，想着和你讲。别沮丧，跌跌撞撞一起闯，就算遇让梦落汤，不惜心中的渴望。别沮丧，忍痛也是种力量，受尽冷漠的眼光，更要拼出个模样。别沮丧，跌跌撞撞一起闯，就算遇让梦落汤，不惜心中的渴望。别沮丧，忍痛也是种力量，受尽冷漠的眼光，更要拼出个模样，为梦想流浪，结伴去流浪。曾梦想上街走天涯，看一看世间的繁华。哟，可以啊，这么早回来了。其他人呢？他们去超市了。你回来的刚好，来，把字儿签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问你，什么叫做所有人必须坐在马桶上小便？哎，我这一大男人连站着撒尿的权利都让你给剥夺了。你这连灭绝师太的书令守则都没你这么狠啊！有权利就得有义务。你们男生每次都站着撒尿，把厕所弄得到处都是，你让我和子珊怎么上厕所？想要站着撒尿也行，那就每次用完厕所必须把洗手间打扫一遍。愿不愿意你自己选。还有这条，所有人不得在晚上10点以后在客厅收看电视节目，凭什么呀？因为我要睡觉。你跟杨希文每天半夜看球吵死人了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都已经关小声了呀！再说这4年就这么几天，只要是吵人，1天都不行。这不求刺我？少废话，你签不签吧？反正除了你，别人都签。不签，爱谁签谁签。早知道女人这么麻烦的话，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老大让你们住进来。你不签是吧？不签。行。来人了。来了。皓月哥哥，我可终于找到你了，皓月哥哥。你谁呀？多年不见，皓月哥哥你还是那么帅。冷静一下，冷静冷静。你是太真。嘿嘿，我就知道彭越哥哥不会忘了我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！2年不见，你真是女大18变啊，越变越可爱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当然是叔叔阿姨告诉我的喽。辉哥，你帮我拿着。哎，不是。这你孩子怎么还带着行李呀？当然是住这儿啦。不是你住，哎，彭越哥哥啊，他是谁啊？
会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吧？你放心，我跟他呢只是合作室友。谁要是当了他女朋友啊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！赶紧把合同签了啊！鹏鹏，我们坐在这里好不好？好，狐狸精，拜拜。真乖，我的小鹏鹏。只要我们3个人在一起，不要狐狸精。没问题。我今天晚上要住那里。没问题。哎，你俩先聊着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啊？聊。拜拜，朋友哥哥。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在这说。有点事儿。找你帮个忙。找我帮忙呀？对不起，没有这个义务。就一次，够一次。我邻居，我爸同事的女儿，小时候好朋友，谁说现在找过来了？青梅竹马呀，那这关系不错，你自己慌什么呀？还是你对人家始乱终弃，你现在自己心虚啊？哎，行了吧，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，这里面事儿太复杂，一两句说不清楚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帮我把他支走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自己说的啊？我说的。好不好吃啊，小鹏鹏？好吃，好吃就好。小妹妹，过来。有一个朋友哥哥的秘密，你想不想听啊？鹏爷哥，我今天先不住这儿了，我还是先去住酒店吧。呀，别呀，来都来了，鹏哥再见。住呗，没事儿，住呗，住2天。不对呀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就告诉他说，你最近半夜每天都在看那种男人最爱看的视频，看完了之后呢就很兴奋，然后一个人折腾很久。既然他要来了呢，那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，我就问他需不需要那个。如果需要的话呢，我就给他几个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我就说你最近半夜都在看球赛，吵得别人睡不着觉，问他需不。
昨天晚上见到台长了吧？快说说，进展的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这不应该把搬家的事告诉你们，害得我现在连站着尿尿都不行。啊？我说你可悠着点儿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人台长昨天就没住我这儿。喂，月月，这回我们俩可是真的为了你好啊！你还不知道吧？你陈叔叔又升官了。哎呦，他就升成太上老君跟我有啥关系？你儿子有手有脚，靠的是自己，啊，你俩就死了这条心。哎，臭小子，挂我电话！真气死我了！之前的钱快花没了，现在又接不着什么新活，只能吃方便面了。哎，咱们前2天不是刚做完一个项目吗？是啊，挣多少钱你问他。哎，杨子，多少钱？5万。问个头啊！真挣5万的话，你还吃方便面啊？5000也能下馆子。不会才500吧？500也能加根火腿肠。连500都没有，杨子，你怎么谈的呀？企业确实给了500，问题是杨子那个介绍项目的朋友一个人就拿了400，所以咱只能吃方便面。我不是还指望他继续给咱们介绍活吗？免了啊！这种项目再接俩，咱俩连方便面都吃不起了。喂，老楼啊，我这一直等你电话呢，到底怎么着了？哎，你好，哎，李总，哎，不是你别跟我这儿，什么？说正经事儿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这么严肃。就是上次我交代你那事儿，到底不是办？李总，啊，不是李总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，不是那意思，你不是说之前那稿那方向不对吗？你看怎么现在又？我诚心找你办事儿，真的，这次是真的。大不了我请你吃饭，行不行？哎，好啊，没问题，李总，那行，那我们接着干啊。好嘞，哎，您受累。好嘞，那我挂了，拜拜。咋了，大爷？我一定请你吃饭，谢谢。别吃了，来大活了啊！什么活呀？来大活了。什么活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打了我通讯录上所有的电话，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好不容易联系到了我幼儿园大班的一个女同学。女同学？还记得那年在幼儿园，那是一个下雨的夜。说重点，中午加个火腿肠。哦，她现在在那个知名药业辉斯上班。他们公司现在有一个虚拟办公室的竞选，看不看？看啊！就等这句话。吃饭。来，搓点热饭。来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根据杨子的幼儿园女同学介绍，辉斯正面临一个重要跟你们方总约好了，不用给他打电话。哎，我看你长得像一个电影演员。辉斯业务高速增长，不可能！雇员人数翻了2番，太像了。办公场地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。就这角度，哎呦，别动！租用更多的办公场地，还是开发虚拟办公室来降低成本，是目前亚太地区负责人 Meeting 面临的一道难题。但是出于成本的控制，又制约了辉斯大面积租赁场地的能力，而这正符合我们产品的特质。Mr. Brown， 39岁，美国人，目标明确，外向单纯，爱好养宠。典型的实用主义者。他升任亚太地区负责人不到1年，急需要上全球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但是此人性格暴躁，反复无常，对付起来极为不易。中国区的营业额占据了亚太地区的1半以上，所以他不会不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。如果中国区能够率先使用新的技术降低办公成本，相信他一定会在其他同事面前非常有面子。谭总58岁，中国籍，家庭状况不详。谭总是辉斯公司中国区的负责人，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功劳卓著。性格安静，意见会相对于稳健保守。根据我对维欧公司的了解，特别是对刘正义的了解，他们一定会在提案中力求稳重，突出强调维欧公司的行业地位与总体实力。
微欧公司擅长的这一套对付国内一般的客户还行，可恰恰 HZ 公司是一家合资公司，亚太负责人又是一个老外，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将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提案结果。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玩法，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赢家。所以这两个人是咱们本次提案成功的关键。结合咱们之前的分析，咱们本次提案的策略就是突出服务器的稳定性，以安谈吐之心；突出服务的高性价比，来让 Mr. Brown 获取更大的资源。谢谢。你们最好马上把资料销毁掉。严格的来说，这种潜入别人公司偷拍的行为是违法的。哎呀，王大律师，你太敏感了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用户，又不是以侵权作为目的，更不会产生侵权之后的后果。我建议你下次最好通过正规的途径来获取信息，否则让别人发现的话，你麻烦可就大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这就删。不过，知错能改，孺子可教。不好意思。我看你也升职了，恭喜！哎，你是故意来气我的吧？嗯。同样都是工作2年，我累死累活的到现在还只是个 senior specialist， 结果你倒好，直接越过了 supervisor， 变成了 manager 了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行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像我们这种支持部门跟你们这种业务部门肯定是比不了的。这要是换了别的私企，就冲着你谈下来的那些客户，给你个副总都不为过。嗨，我就是运气好，以后可就说不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这运气还在用光呢？真有可能。哎，你没听说吗？最近高氏集团已经彻底被玉兰集团给收购了。你是说咱们之前服务的高氏集团的那些业务可能会丢掉啊？之前在合同期之内的倒不至于，但过了合同期可就说不定了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你没看，阁老正头疼呢。他不会盼着你再谈下一个这样规模的客户吧？那他也太瞧得起我了。哎，不过说起来啊，他今天晚上让我一起跟他去个酒会，让我多认识一些人。哎呀，真羡慕你啊，能跟这种社会精英一起喝红酒聊生意，不像我只能回家看着那3个疯子在那吃泡面。哎，说到那仨疯子啊，他们已经吃了10几天泡面了吧？嗯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回去的时候，给他们带一份菜，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。直接那么给他们，这能行吗？那可别忘了，于鹏那家伙自尊心强得很。能，但咱们换个方式。这次比选对咱们 FB 公司的意义有多大，我就不用在这里强调了。不过有一点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。除了这次逼选，咱们同行的 IT 公司以外，还会有一些房地产租赁企业参与进来。客户首先考虑的是哪种形式，其次才会考虑是哪家公司。明白，就是说虚拟办公室好呗。你也不能这么说呀！你如果把所有的重点全放在这上面的话，那不等于给其他同行做嫁衣了吗？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碰上咱们的对手刘师兄。哟，这么晚了还开会呢？可不咋的，不努力的话就没饭吃呗。哎，这准备的还挺好啊。必须的。行，那你们这接着开吧，声音别太大。哎，我刚说哪儿了？刚才咱们说到刘师兄，然后有股羊肉味啊。对，这个有一股羊，什么有一股羊？我不是这，真是羊肉。哎，大东西，你敢是你不要命？我跟你说，要么被打死，要么被饿死，我宁愿被打死，我也不能被饿。你让我也吃一口。真的，看看我们俩这素质。哇，
哎，特别香啊。哎，少吃点，拉肚子，给我留点。不是我，大爷，你先工作，我们来。杨新满，不好意思了，我用脑过度，我得补一补。你就别吃了啊，你工作去了。有时候你们不懂，吃多了上火这东西。大鱼年轻轻，你火力那么旺干什么？给我老，快，给我吃。年轻人，第一次来参加这种酒会吧？哦，是的，第一次。看见你就让我想起了20年前我第一次参加酒会的情景，也是这么好奇，这么向往，也是这么孤独而又无助，既渴望融入，又无从下手，更害怕被别人拒绝，只有躲在角落里，透过酒杯在看这个世界。幻想着某一天，自己也能像酒会的主角一样，接受着别人的恭维和问候。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年轻人变成了老人，老人看到了新的年轻人。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，回忆是成功者的真理，而憧憬则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与未来签署的第一份合同。2年前，在创业大赛的时候，您是我的评委。安得广厦千万间。以上就是我们的虚拟办公室项目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你啊！嗨，来，你的同学后来找过我，只可惜你们的项目太过超前，我是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啊。怎么样？这2年有没有继续做这个项目？现在没有再做了，可能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捡起来了。不会是因为我的那番话把你们给吓着了吧？那倒不至于。而且我觉得您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用自己的生命去为后人铺路，的确不是一个成功商人会做的事儿。你真这么想？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不会听我这个老头子胡说八道呢。既然是金玉良言，真知灼见，我们当然要听啊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可能在有的人看来是一种勇敢，但对我而言，只不过是一种偏执。没想到你年纪不大，想法却这么老成。你现在在做哪一行呢？这是我的名片。李腾飞，好名字。没想到一个普通的经理也能来参加这样的酒会，这说明你们公司对你是寄予厚望。只不过是沾了上司的光，进来感受一下气氛而已。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酒会的时候，也是个跟班，而且是那种
拎包的。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。啊，年轻人，你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潜力。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难处，或者是有了新的想法，尽管来找我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你慢走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玉兰集团的董事长陈悟生，陈总。你认识他？只是有过一面之缘。一面之缘，你都跟他聊半天啊，小子，真有你的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他这个人多么难打交道啊？来，电话说一下。哎，我听说啊，高氏集团啊，就是被他收购的。我之前啊，托了多少关系想接近他，就是不见我。早知道你能搭上他的话，我就不用那么费心了。今天带你来啊，真的带对了。你真是我们公司的福星啊！啊，好好干，好好干啊！谢谢葛总，哎，明天先还我。哦，谢谢葛老，好好干啊！哎，你是没有看见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吃得欢，关键是他们吃完了之后，我去问，不出你所料，没有一个人承认看过那个袋子的。对，像他们，也估计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让他们心理负担轻一点吧。你说你这老大当的也挺辛苦的，又得给他们交房租，又得给他们买吃的，关键是还得瞒着他们，不让他们知道。辛苦倒不至于，命苦倒是真的。命苦才不至于吧？你看你在这公司前途一片光明，还有三个这么好的兄弟帮你完成你的梦想，这命简直不能再好了。信任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本来想着有朝一日重启虚拟办公室项目，但目前来看，这个项目的确是太超前了，所以于鹏岳他们几个做的，很有可能是无用功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但是你先别告诉他们啊，他们目前在创业最艰难的时期，就靠一口气儿撑着。如果这口气儿泄了的话，整个人就完了。那再这样下去要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他们的。毕竟那仨是我兄弟，而且是为了我的梦想而拼搏的，不会辜负他们的。一旦公司走上了正轨，我就去告诉他们。好歹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养活自己，即使不做这个项目的话，还有其他发展方向可以去。那你的梦想怎么办？梦想归梦想吧，就让它停留在可望不可及的地方。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一腔热血，让兄弟们搭上一线吧。还是脚踏实地的，在这儿好好工作吧。这三个大傻，有你这样的老大真的是太幸福了。陈建 ，Hello。哎，把门开着。啊。嚯，真浪漫啊！这香味儿，哟，好看啊！还当自己家了？坐那儿去。
别乐了，一看你乐准没好事。说吧，是不是又要借钱？我这个不借钱，我借人。借什么人啊？那个公司来了2个客户，一个是美国人，另一个是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的，所以我打算这一次要用 English 招待他们。那不挺好的吗？是好啊，因为我这英文没有那么完美，你英文好啊，才女，各方面都那么厉害。我听你说过英文，特别棒，所以我这不想着跟你指导指导。行了，真是服了你了。你真棒。老师好。弄着。上节课的东西复习了吗？来，给我。复习了。学呗，好不好？坐坐坐。哎呀，我今天是特别的好。说吧，来啊，看看。等会儿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漂亮？快点。So thank you, thank you. 三什么 Q 啊 ？Thank you 还 Thank you？Thank you 吗？哎呦我天，你这英文到底小时候怎么学的？东北英文嘛 ，Thank you 吗 ？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好说 Thank you. Thank you. 对。往下。你这英文怎么学的？真服了你了。再来。你别说你的英文是我教的啊。Found word peace. 啥 ？Found word peace. Found word peace. 你倒过来念我听听。Peace were found. 什么 ？Peace were found. 再慢一点，我没听懂。Peace were found. 那你自己说的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吧？你自己说的，你来。刚才你咋样呀？故意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自己说的。什么？刚才我自己。你听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有，太晚了，反正我也该走了。那个，什么？那明天见。回去好好复习啊。好嘞，谢谢老师。晚安。Peace were found. 闻什么呢？啊？好像闻到了一股暧昧的味道。胡说八道。陆远，看你这几天这么开心，就真的对大鱼一点想法都没有？我对他有什么想法呀？我就是教他学英文口语而已。哦，我们王老师教英文真是教的认真啊。我不是说认真的，我是说就那么一点点感觉，那种想要恋爱的冲动。我看是你有想要恋爱的冲动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不会相信爱情的，除非猪能上树。你这个人就是没劲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睡觉去。没劲。
反复模拟了很多次，这个词是经常会用到的，但是我怎么都念不好。Street， 这是浊辅音。来，你把手给我，放这。你看 ，street 这是浊辅音会震，就不会动。哎，有了，对。Straight， 你看 ，straight， 感觉到了吗 ？Straight， 感觉到了吗？你那学太多了，你也记不住。对，赶紧回去吧，复习啊。那行，那我先回去，然后我先睡。我是走错了。你先睡啊 ，Thank you。晚安。呀，还没睡啊？被饿醒了，出来喝杯牛奶。啥？被饿醒了，出来喝杯牛奶。哦，这给你的。我们仨这个月没交牛奶钱啊。我请客不行啊，喝不喝？那我必须得喝呀，那有便宜不占成什么了？走。哎呀，这免费牛奶真好喝。你这怎么这么晚在这看这个呀？在屋里躺床上看多好啊！还不是因为李腾飞有点光，有点生，都睡不着觉。你还挺了解他的。6年兄弟了，我连他身上长几个痦子我都能数得过来。那你倒是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觉得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了，好像还不是很了解他。他呀，一个看似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浪费任何一个机会。做任何事都有风险，咱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放弃尝试吧。说的有道理啊，老大，你放心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一定支持你到底。谢了，兄弟。真的，在大学里遇到你们3个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太肉麻了啊！就凭你这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和你这个虚拟办公室的项目，我挺你到底。哎，真的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初在项目遴选的时候，我那个项目一点都不被人看好，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。那么多项目邀请你，但是你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，选择了我。同时，又让杨子和周岩加入了我们团队。为什么？你别跟我说只是因为我们是一宿舍的。2个原因。第一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个项目好。安得广厦千万间啊，老大！这么多的项目里，只有你是真的为那些百姓的梦想服务。第2个原因呢？第2个原因是，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孩子。什么好孩子？从小我妈就让我跟好孩子在一起玩，非说什么鸟随鸾凤飞腾远。可她所谓那些好孩子，家里不是有钱就是有势，身上我一堆看不惯的臭毛病。难怪你那么讨厌高培富，就连陈呼生这种商业大佬，你都不放在眼里。你别看他现在，老话说得好，莫欺少年穷。10年以后你再看，谁牛还不一定。
那好啊，我们10年之后一起看。我这人天不服地不服，就服有梦想、有能耐的人。这些年，你算一个。怎么乱码路码了？说实话，老大，我心里是真拿你高兴。腾飞兄，我就指望着跟你这只鸾凤一起腾飞了啊！哎，你看前面那栋别墅，你知道什么人住在里面吗？你知道啊？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住在里面，但是我知道，10年后住在里面的一定是我们。那你呢？我跟他恰恰相反，我是一个看似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，为了达到目标，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。那你俩怎么成朋友了？我们俩呀，既然你对我们的事儿这么八卦，要不这样，我呢告诉你，你满足我一个愿望，把我们仨这个月牛奶钱给付了。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我把我们4个人的光荣事迹写本小说给你看。想得美，学你的英语。这么说的话，只要你站在这儿，吓我一跳！几点了，你还不睡觉？啊？几点了，你还不睡觉？这马上要提案了吗？等熬过这段期间，回头再好好补几觉。我跟你说，有钱挣也得有命花，多少年轻人猝死的呢？熬夜。老大，你别吓唬我行不行？我打算30岁退休，好好享受70年呢。可行，快点弄啊！啊，小雨咋睡这儿了？哪儿啊？呀，他半夜起来喝牛奶，我以为他回去了呢。他睡这儿了，我叫醒他。别叫了，别叫了，让他睡吧。我去找张被去。大半夜你上哪儿找被去啊？要不这样，你干我的吧，反正晚上我也不用。没事，估计啊睡在这儿，大半夜可能是陪我，没事。那我去给你拿被啊，你快点儿。
嗯，我牛奶呢？好你个臭大鱼，偷喝牛奶比我。请他喝牛奶，你还敢？